子。你这个是什么菜？里面？哪个？里面是什么菜？这个吧？啊，这个鸡。啊？鸡肉，牦牛那个的肉的那个。肥的。啊。啊。有点葱是吧？葱。葱。香菜是葱。哦，葱，对。香菜。把骨头喂给狗狗，来嘛，小黑。他们在喂这个狗饼干，我给他们的饼干。但是两个女孩比较腼腆，她不说话，不跟我说话。害羞得很，这狗也很乖啊，它不叫。那个姐姐也在丢饼干给它，我还有很多饼干啊，所以待会儿再给他们。这妹妹要把饼干丢给这个牛，牛也要吃饼干，像外面很大的风啊。再给你一个，来，没有了，最后的了，给他吧，给姐姐，拜拜了。哎呀，害羞的很啊，拜拜。现在吹很大的风，走了。对，小姑娘来送我，好的，拜拜。可爱的很。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那个小卖部就在路边啊，关着门的，然后窗户我看到开了的。所以我就过去喝了一点水，吃了一点干粮，然后就给了小朋友很多饼干啊，然后狗就来了，然后他们就喂狗饼干，因为我吃了一袋那种袋装的鸡腿嘛，有一个骨头我就喂给那个狗。两个妹妹都很腼腆啊，不怎么说话，大哥汉语也不好。这个坡比较陡啊，慢慢爬吧。现在离日落可能还有2个小时多一点，争取把这个接近20公里的坡爬出去啊。爬出去过后有一个村，如果爬不出去呢，就前面还有一个村呢。这个峡谷里不确定有没有露营地啊。看这个坡很陡啊，上来就是7、8度平均坡度，而且吹着大风啊。可以看到这个铁丝网挂了很多岩石啊，感觉都有几吨吧，但还没有塌下来。哇，上面还好有这个铁丝网啊，这全是碎片化的那种岩石块。这个路也颠了。这段起起伏伏的坡度相当的大，又要下坡了。这种路最不好骑啊，因为路况又不好，它下得很快，下去了马上又是陡坡爬上来，相当于没爬。前面有个村呢，好像我得评估一下今天能不能骑到再下面一个村呢。现在马上5点了，理论上就1个多小时啊，就是要骑15公里的爬坡，这个是有点费劲的啊。主要是峡谷里有的时候有非常大的风。我到前面那个村去看一下那个有没有条件露营啊，然后再做这个判断。因为预报了这2天会有冰雪嘛，所以不排除晚上会下雪啊。这个村的房子还有点城里的感觉啊，有点像城乡结合部那种格调。这是有一个小的天井的，然后有阳台。
外面贴的好像是瓷砖。扎西的嘞！扎西的嘞！还没，刚刚才见面嘛，你要先说 hello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个峡谷走完到前面可能有一个河道的交汇处啊，那个地方有一个村，有13公里，然后海拔会爬升200多米啊。不过问题在于这边是起伏路嘛，爬升了上去又下去。又上去13公里，那2个小时这种爬坡，我是没问题了。但如果下坡比较多的话，然后又爬上来，这种的起伏路，相当于你海拔抵消了过后呢，那就不好讲了啊。就是有一点不确定，是不是1个半小时可以把这个峡谷爬完呢？试一下吧。刚才遇到几个村民啊，他们在山上搞那个引水工程啊，因为山上冻住了嘛，所以他们要把那个水管牵到没有冻住的地方啊，把水接过来流到下面村落里来。然后他跟我们聊，他说前面有狗熊啊，我跟他讲还没有冬眠吗？他说没有，所以我在前面去打听一下啊，洛龙到边坝这边狗熊是出了名的多啊。又有人跟我讲是冬眠了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该听谁的啊。又给了他们小孩几块饼干，聊了一会儿天，耽搁了可能7、8分钟吧。现在这边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很冷啊。这边叫4工区，我也没搞懂啊，因为之前的2个县有1工区、2工区。这里有个4工区，我看地图上这个村叫娘娘村，感觉还是蛮大的哦。学校搞得挺好的，是我看到乡里学校搞得最好的，全部铺了这个人工草皮的，这边也是这种软的，地上不是硬的。然后旁边还有教师的宿舍楼。哎呀，有点说不出话了。这边小朋友在踢足球，说小也不小啊，个子可能比我还高。扎西的嘞，扎西的嘞。据我了解，他们寒假是70天左右啊，因为冬天嘛特别冷，然后他们现在暑假没有挖虫草的那个假了啊，所以比较短，只有20天，所以相当于是和内地调过来的啊。以前他们假日要多一些，这个仅限于昌都地区洛龙县我做的调研啊，不排除那区还是有那个挖虫草的假。这段景色还不错啊，因为前一段那个峡谷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看的，现在有一些村落算是有一些意思。然后我发现他们田里啊，那个石头特别多，石块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种青稞的话有没有影响啊，产量啊那些品质。这个和四川一比，这个土要差很多的感觉啊。当然不是所有地方了，因为据说藏区最好的青稞是在日喀则嘛。这2天放假啊，路边这个藏民的小孩就都给我打招呼，一般会说 “hello”， 从哪来，
去哪儿，所以我每天可能要回答几次这些问题啊。然后我遇到可爱的小朋友，我把我的零食给他们一些啊，因为我的补给嘛都是比较充足的啊。因为一方面担心下雪的话你就会被围困到嘛，然后所以我一般是会带3天的食物啊。像我确定这个天气比较稳定的话，那我就会把多一些的补给给他们分享一些了。今天应该我应该带了2斤饼干吧，我今天感觉我都给了1斤出去了，因为在洛龙县我说了快递嘛，然后到下面一个县，准确说是边坝镇，我又有补给啊，所以我是不缺补给的。现在又在爬陡坡啊，右边又是统一建设的这个房子啊，下面有个村呢，这边的村落要密集一些，我想因为主要就是这个耕地比较多一些啊，因为之前的峡谷非常的窄啊，所以村落离得很远。现在下一段坡，然后再爬一段坡，可能就要找地方露营了。还有7公里的样子啊，就走出这个山谷了。哇，边坝县最后一段盘山公路啊，应该就走出这个峡谷了，还有4公里。旁边的山体非常破碎啊，那个一直都要掉石头啊。有老乡在这里打招呼，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下。快要日落了，这个山体非常的破碎啊，所以沿途掉很多石块。好，再见。他人特别好啊，我给了他一点零食。昨天在这个嘴村院子里露的营啊，现在继续往边坝走。我不知道该走下面还是走上面，走得通吗？嘴村那个嘴在藏语的意思是羚羊的意思啊，所以他们其实这个嘴是音译的一个翻译。昨天一个藏族小伙子告诉我的，它的意义就是说是羚羊村。然后这边产被捕嘛，这边靠近忠义乡，他们现在政府搞的是我走错了，这边是到忠义乡的。昨天就在那个党群活动中心里面露的营啊，早上他们不方便，他说可能会有上级的来检查，所以我就早早的把帐篷收了。这里可以有个小路，往边坝走的话，今天要翻越一个大山啊。如果风大的话，爬不过去啊。现在风就不小，哇，又是逆风。茶马古道，贝母之乡。现在风很大，天气又比较冷，今天太阳还没有完全的从云里钻出来。这个贝母，昨天我问了那个村里的人啊，他说可以卖到2000块钱1斤啊。他们现在是产量比较高的地方啊。这贝母应该主要是止咳用的、入药的啊，然后应该是要分这个川贝母跟浙贝母啊，就是反正有几个种啊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啊，这个超出我的了解范围了。风好大，这里据说有个小卖部啊，不知道开没有啊？没有吃早餐，
准备过来买个水，吃点干粮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点啊？没开呀，前面没有了呀。这个叫小苹果，四川叫这个叫鹅色嘛。你们这边叫什么呀？西吗？刚才在这个小卖部吃了一个泡面，喝了一个饮料，吃了一点饼干。小朋友刚才回来了，也给他一点饼干啊。应该到前面一个村就差不多了吧，因为今天这个难度比较高啊。尽量骑吧，骑到前面。这个风反正爬坡难度很高啊。今天早上起来一直都有风啊，知道吗？风反正很大。对，这个对可以录视频。哎呀，录视频。对，风大的话就看情况嘛，就是风太大了。好的，保重。好，拜拜。哇呀，风很大，真的很大。小黑狗，还好它没有攻击性啊。现在大逆风啊！我去。哎呀，每天都增加一点难度啊。今天可能骑不了太远了，这个风一直没停啊。而且今天要爬这个，我查了一下海拔可能4799吧，但是我这个地图和那个山口立的牌子一般有点差别啊。哇，风越来越大了。前面那个山啊，就是一个很薄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啊，就是旁边坍塌了，留下了那个一个小柱子，后面其实有很多啊。当时那段路很危险啊，我就没怎么录。如果这个风大，你千万不要想就是使蛮力去把它抵消掉，把速度提上来啊，这个是非常耗体力的。最好的方法就是随遇而安，让它吹吧，反正你往前慢慢走就可以了，也不赶时间，对吧？然后尽可能不要让你的这个体能很快的枯竭，否则你就会陷入麻烦当中啊。反正这就是我这个到昌都以来的经验了。你等它吹，慢慢骑，走到哪里算哪里。你今天爬坡还有26公里啊，然后这么大的风，没有人可以爬过去的，这个体能一般人耗不起的。耗了过后，你还有几十公里下坡，如果也是吹风，那个人会非常难受啊。你像有些时候拐这种弯的时候，风就会明显增大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慢慢的悠着爬。那个地方有藏羚羊。岩羊不是藏羚羊，2只。那个脚好大呀！看到我了，哎呀，跑得好快！哦，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王者，这有个剪影在那边，阳光有点背光。3只啊，那个岩壁上还有1只啊，看不看得清楚啊？4只。我靠，老牛逼了他！你看下来那个身手矫健的样子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在看他们啊，然后岩壁上还停了1只，然后在那里发呆一样的。那个地方好陡的，他就是站得稳啊。哎，那只下来了，看一下他矫健的动作，太牛了。可以横切过去，那个地方
很陡啊，而且是个坎儿。哇，它还是滑了一下。哎呀，哦呀，那两只。前面那个明显是母的，所以那个后面那只有想法的，在这么陡的地方，哎呀！这两只已经下到河谷里去了，过马路了。哦呀，牛得很。这两只还在这里发呆哦，换了一个设备。我在这里已经等了30分钟了，那个羊在那里完全没有动啊。公的岩羊啊，想调戏那种母的岩羊。左边是公的，右边是母的。盯个10份，看他们什么反应。太冷了，所以走了他们，等他们玩。路边有个老乡啊，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衣服啊，戴了个橡胶手套，可想而知，这是多么辛苦的一个工作。水是非常冰冷的，今天太阳也不算大，刚才比较阴了，现在太阳好一些了。给了小朋友一点零食哦，我剩的不多了。唉，走开啊！那个我的帐篷就是你们搞的，你们的同类。哈西哈。前面有个大雪山啊，今天应该翻不过去，所以有可能去前面党群中心啊。今天在这里做饭，我做的炖排骨土豆，蟹鸭。刚才我做了一个意大利面啊，刚好给我做好了，在这里凉，结果牛来了，把意面吃掉了。明天再翻雪山啊，跟他们在一起啊，几个藏族小伙子，这个是个汉族重庆的小伙子，人特别好。聊得很愉快了。现在来蟹鸭，应该半勺就够了。我的经验，半勺就够。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因为你这个胶圈有点软。熊掌，熊把冰箱打开了。熊的这个粪，熊不吃米。他特别喜欢喝油，熊搞的没有了。